而且我还看到12星座，金牛座、射手座、处女座，还有一个崇尚赫鲁斯之眼的队伍。他们说2000多年前，这个古埃及人就已经在使用这个灯泡了。方形的这个蓄电池这里，朋友们，这个柱子比卡纳克神庙的还要大，主要是关于宇宙还有星象学的壁画。古埃及的星图最著名的就是这个黄道12宫星图了。它这个洞小的就跟那个胡夫金字塔的通道一样，心里面有点慌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底下。Hello， 各位，那现在呢，我就是包了一辆车前往一个比较偏僻的景点，那是个神庙。这个神庙呢，它距离卢克索有70公里远的，在丹达拉。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看这个丹达拉神庙呢？因为这个神庙的天花板那里它是画了天空图，并且呢有12星座的。没错，他们的壁画居然画上了12星座，而且呢，在那个神庙底下呢还有电灯泡，就是他们使用电灯泡的一个场景，是不是很好奇？待会儿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。然后在出发之前呢，我还买了一袋麦当劳，就在路上填肚子吃的。因为今天早上出发的太早，还没有吃东西。包的这辆车是花了800埃及镑的，就我一个人。司机说这个就是他记装水装吃的，好多啊，在路边。大家看到沙漠里边这个高压输电线了吗？这个就是在阿斯旺建的那个水坝所传过来的。传输电能。OK， 朋友们，经过了1个小时又45分钟的车程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丹达拉神庙，就前面那一个，也被称作哈索尔神庙。考一下大家，哈索尔是谁？3、2、1，又没认真听讲哦。之前提到了哈索尔女神就是爱与美之女神，她是古埃及最重要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女神。她其实有很多的头衔，我们只需要记住她是太阳神拉的女儿以及赫鲁斯的妻子就可以了。这个哈索尔神庙它是保存最完好以及壁画最精美，很少有游客来这里，所以说只要你一来你就可以包场，因为这里距离卢克索太远了。待会我们在这个哈索尔神庙里面会看到黄道12宫图以及古埃及的12星座。这个就是神庙的塔门了，门口还有这个哈索尔的形象，就是那个顶着牛角日轮的，就是他哈索尔。正如我所说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一个人包场了。哈索尔的形象呢，她就是一个长着牛耳朵的女孩子。传说这里丹德拉呢，就是她的诞生之地。在神庙门前有6根大柱子，上面刻的就是哈索尔的形象，但是她的脸部细节都没有了。经过烈日的研烤，总算是到达大厅这里了。哇，真的很漂亮哎，好巨大好巨大的柱子啊！天哪！哇塞，朋友们，这个柱子比卡纳克神庙的还要大，还要粗，这很巨型，很巨型。这个哈索尔神庙呢，它是建于2000多年前的。这里呢是全埃及保存最完好的一个神庙，而且浮雕十分的精美，颜色也很鲜艳。一进来这个多柱大厅会看到有24根的超大型，比卡纳克神庙还要大型的柱子，大很多很多。左边12根，右边12根，代表的是24个小时；右边的12根代表的是黑夜12小时，左边的12根代表是白天的12个小时。然后天花板，再看一下，很漂亮的这个星空图案，而且这个天花板的星空宇宙图呢，它是蓝色的，就是很漂亮的那种 Tiffany 蓝。我的这个蓝没有它好看。天花板上的图案呢，主要是关于宇宙还有星象学的壁画，主要描绘的是12星宿，关于生命的起源、结束，然后还有重生这样子的一个旅程。所以说他们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会学会观测星象了。而且我还看到12星座，拍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金牛座、射手座、处女座、天蝎座，然后旁边还有天秤座，这里天秤座、双子座、狮子座，这里狮子座。这个壁画太精美了，而且是天蓝色的，特别的漂亮。在12星座旁边呢，有这个卧躺着的天空女神努特，她嘴里面还吞吐着太阳，形成了日升日落。像这边描绘的是灵魂重生的一个冥界之旅，他们全部人都坐着太阳船，而不是人，是神灵。
有没有发现这柱子上边4个方向都是女神哈索尔的这个头像，而且特别的完整，没有损毁的太多。还有一个崇尚赫鲁斯之眼的一个队伍，他们相信赫鲁斯之眼能够在他们复活的时候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。这整个神灵队伍都是追随着赫鲁斯之眼。走进来第2个多柱大厅，这边损毁就特别的严重了，而且有这个烟熏的特别的黑。这里是可以下去的，咱们下去看一下。怎么这么窄啊？它这个口很小哎。它这个洞小的就跟那个胡夫金字塔的通道一样。哇，好，钻进来了。钻进来之后，它这里，我靠，很小的一个地方，跟钻金字塔差不多。走哪一边？不知道从哪一边，走右手边吧。哦，右手边这里走不通了。天哪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刚刚那个很小的洞呢，就是整个神庙的一个地下室的入口，这里就是神庙的地下空间了。再往前去看一下。心里面有点慌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底下。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去看吧，两边墙壁全是这个浮雕。这是女神哈索尔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就是灯泡，看到吗？这2个灯泡，他们说2000多年前这个古埃及人就已经在使用这个灯泡了，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证据。这个蛇的形状就是一根灯丝，然后这是灯罩，一直连着这个线，连到了这个方形的这个蓄电池这里。因为整个灯泡太重了，所以说有一个人扛着，然后还有一个弹簧在支撑着。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灯泡了。很多人可能很好奇，他们这个灯泡的电来自于哪里？有的人说就是那个金字塔。不是有一个金字塔能吗？就是我之前进入的那个胡夫金字塔里面，有人在吸取的那个能量，就是金字塔能。他们说金字塔能会产生这个电能，然后通过方尖碑作为一个传输站，还有天线，一直传输到这里，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个电能了。然后这个就是他们所使用灯泡的一个场景。大家觉得这个猜测推测可信吗？听起来好像确实有这么回事哎，对吧？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是灯泡吗？把你们的猜测发表在弹幕上或者在评论区，大家来讨论一下吧。反正我觉得看起来是有点像。这个地下室的墙壁上刻满了各种神灵。不行了，这里面太闷了，受不了，我得走了。沿着这个小小的洞口钻出去。哇呀！啊！这神庙里面真的超级大，转不完。旁边很多这个小型的墓室，不断的走，不断的还有。这个警察让我跟着他。哇，这个长长的通道，不知道通道是哪里耶？跟着他走。哦，这里是2楼。哦 ，It's over there。哦，这个就是黄道12宫了，终于看到了！天哪，这个是公元前50年的一个天空图，天空地图，上面描绘了12星座。提到古埃及的星图，最著名的就是这个
丹德拉的黄道12宫星图了，因为它描绘的是公元前50年这个天空的一个地图。但是很恶心的就是它的原版被法国人给挖走了，现在这个呢是一个复刻版，原版呢是到了这个罗浮宫去了。这个黄道呢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的一个轨道，然后它每30度呢是对应了一个星座的，所以说360度刚好对应了12个星座。然后这里边呢就是描绘了这12个星宿、12个星座的一个地图。这个黄道12宫呢是被认为古时候最完整的一个天空的地图了。看看这旁边是什么？哇，也是有一个天空女神努特，她的手很长，一直延伸到这。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. 哦 ，clock， 哦 time。他说这里呢，12根柱子代表了12个时间，12个小时，这个方向。哇塞，太神奇了！沿刚刚过来的这个走廊下去，这个走廊真的好长好高啊，两边全是这个壁画。他们又带我来了旁边一个小小的墓室，天花板上的女神努特，很漂亮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墙上的红色的线，这个红色线是用来干嘛的？大家知道吗？这个红色线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用来练习字的那个田字格，来标注出这个图案的位置，然后还有大小。等他们在墙上画好图案跟文字之后呢，再把这个红色线给擦掉的。但是因为这个没有完成啊，所以说他们就没有把这个红色线给抹去。这个就是他们完成整个壁画的一个过程了。埃及艳后还有凯撒大帝呢，他们都参与了这个哈索尔神庙的扩建。但是后来凯撒大帝他就被赐死了，然后埃及艳后也兵败于屋大维而自杀。而凯撒里昂呢，他是被当做一个皇权的挑战者而被杀死了。那至此呢，埃及的整个法老文明就画上了句号了。好，各位朋友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参观完了这个哈索尔神庙，准备回去卢特索了。我大老远包了一辆车过来，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座神庙它独特的地方，就那个黄道12宫，以及大厅里面天花板上面的那个12星座，真的特别的奇妙，也特别的美丽。所以如果大家看完这个视频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哇，这司机师傅一直在车上等着我啊，那不在车里面40、50度、70、80度了，我操！Thank you for waiting here. You're welcome, sir. Thank you so much. So you are enjoying here. It's so beautiful inside. Yeah, I said to you my favorite temple in Egypt. Yeah, it's my favorite. One of the best. That's good.